各位颐养晚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素琴。今天有件急事要跟您说，政府已确定，从明年起，8大类津贴补助将全面上调。这2年物价涨得厉害，菜场里100块钱买不了几样东西，水电费账单也让人心里一哆嗦。很多老朋友在评论区诉苦，说好像什么都涨，唯独养老金一动不动。但今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这回不一样了。根据最新的 CPI 数据，物价累计涨幅已触发了法律规定的调整机制。这不是谁发了善心，而是法律早就写好的。物价涨到一定程度，咱们该拿的钱必须跟着涨。从2026年开始，您存折上的钱会自动变多。再详细说哪8大类要涨，每月能多领多少之前，想请您帮个小忙。如果您是头一回刷到颐养晚年，或者还没点关注，现在就辛苦点一下红色的订阅按钮，再把旁边的小铃铛点亮。咱们频道只讲养老金、补助金这些最直接的干货，您订阅了以后，这类好消息或新规定就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不让该得的权益从手边溜走。这次调整覆盖面特别广，不管是乡下领老农津贴的庄稼人，城里靠国民年金生活的退休职工，还是家中有残疾人，靠救助金的低收入家庭，全都在列。至于具体能多领多少，什么人完全符合条件，钱大概什么时候到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有哪些人因为犯了几个常见的小迷糊，结果非但没多领，反而差点连原来那份都保不住。今天我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件给您掰扯清楚。咱们首先得弄明白一个理，为啥这回的钱它是非涨不可？这背后的道理您听懂了，以后看啥新闻心里都有杆秤。依照咱们国家的社会救助法和一些相关的法规，这8类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福津贴，它的金额是多少，可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门就能定的，它是跟咱们刚说的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紧紧地绑在一起的。法律里头早就定好了，每过4年，或者说每次 CPI 累计涨到了一个门槛，通常是涨了 5% 或者 7% 的时候，为了不让物价这把火把咱们的养老本给烧没了，政府就必须依法把这些补贴的金额给提上来。这2年，这物价涨得有多凶，咱们去买菜的时候都看在眼里。根据主计处最新出来的统计数据，这个启动调整的开关已经确定被触发了。虽然政府部门还在做最后的精算，要把小数点后头的数字都算清楚，但涨钱这个大方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能有人会说了半天，就算涨能涨多少？撑死了涨个几百块，够干啥的？还不够买2斤排骨的。这话乍一听没错，可咱们得细想想，几百块钱1个月是几百，1年下来就是好几千。对于咱们这些习惯了省吃俭用的老人家来说，这几百块那是好几袋优质大米的钱，是过春节时能多买几样好菜的钱，是给孙子孙女包个红包能包得厚实一点的钱。这是咱们应得的权益，是法律保障的，1分1毫都不能少，也不能让它被通胀给吃了。只要占了1样，哪怕就1样，那我得先恭喜您，从今年开始，您那存折上的进账就要实实在在的多出1块了。人数最多的，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咱们的老农津贴。您家里要是有在乡下还守着几亩地，或者加入了农保的长辈，这个消息您务必得告诉他。咱们农民朋友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年轻时候在地里刨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到了晚年，这笔老农津贴就是他们最踏实、最可靠的依靠。这回调整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年种子、化肥、农药这些农业成本，还有咱们自己吃喝拉撒的生活成本都在往上走的现实。所以只要是持有农保资格的长辈，您每个月领到手的钱，这回是确定会往上调了。紧接着要说的是咱们国民年金里的老年基本保证年金。这名字听着有点绕口，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国保老年年金。只要您年满了65岁，而且符合那个排付条款，简单说就是您名下的房产、存款这些家底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一个数，那么您每个月领的那笔最基本的养老金也会跟着这次的物价指数一起往上涨。这笔钱对很多一辈子在家操持家务、没参加过工作的家庭妇女，或者是一些没有劳保的老人来说，是他们最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次能跟着涨一点，对咱们这些人来说真是及时雨，能解不少渴。第3个和第4个咱们可以放到一块儿说。
那就是低收入户家庭补助和中低收入户家庭补助。这可以说是咱们整个社会安全网里头最底下也是最重要的一层防护网了，是政府照顾最困难家庭的核心政策。这次的金额调整不光是每个月发到手里的生活费多了，通常还会连带影响到他们家孩子上学能拿到的就学补助，比如午饭钱、买书本的钱，标准可能都会跟着提高一点，让孩子能安心读书，不用为钱发愁。第5类是专门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叫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您得留个心，这个跟刚刚说的那个国民年金不是一回事，这个是专门发给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但又没有困难到符合低收入户标准的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这笔钱有时候真被称作是老人的救命钱，因为这部分老人往往没有退休金，或者退休金非常少，就指着这笔津贴过日子呢。所以这回为了对抗物价上涨的调整，对他们来说感受会特别明显，哪怕多了一点，也能让心里的底气更足一点。第6类是家里有残疾人需要照顾的家庭。如果您家里有领有政府发的身心障碍手册的家人，不管他那个手册上写的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根据照顾的困难程度不一样，每个月的补助金这回也会跟着比例往上调。咱们都知道，照顾一个有残疾的家人，那可不是一般的辛苦，不光是耗费体力，天天要抱着、扶着，那些尿不湿、导尿管、营养品，每个月的开销也是一大笔钱。这次调整虽然钱不多，但也是希望能给这些辛苦的照顾者哪怕一点点的喘息空间，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付出是被看见的，他们的难处是有人想着的。第7类是弱势儿童及少年生活辅助。这笔钱虽然名义上是发给孩子的，但咱们都明白，现在很多家庭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着孙子孙女，也就是隔代教养。很多老人家是靠着这笔不多的钱，一分一分的节省着，把孙辈拉拔长大的。孩子的营养午餐费，学校要交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哪个不在涨？这笔扶助金的调整，其实也是在给这些辛苦的阿公阿嬷减轻一点肩上的担子，让他们能给孩子稍微吃好一点，穿暖一点。最后一种是国民年金中的原住民给付。如果您是年满55岁的原住民朋友，那我要告诉您，这份专门为您设置的福利，也同样在这次的调整名单里。这也是为了保障咱们原乡部落的长辈们，在物价高涨的年代，也能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品质。讲到这里，我相信正在看视频的您，可能心里已经开始悄悄盘算自己或者家人到底能多领多少钱了。但是李素琴在这儿必须给您泼一盆凉水，甚至可以说是拉响一个警报。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几分钟，可能比刚才知道要涨钱那会儿重要的多得多。因为2026年不光是各种津贴要调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政府部门要对所有人的资格进行一个大清查的一年。钱是要涨了，可如果您因为没注意某些规定，导致领钱的资格被取消了，那别说涨的那几百块了，就连您原本每个月拿的那几千块本金，都可能1毛钱都拿不到。这可不是我吓唬您，是真有这么回事。我给您总结了3种最容易被人忽略，也最容易导致津贴被停发的危险情况，请您现在就在脑子里好好过一遍，看看自己或者家里人有没有踩到这些雷。第一种危险情况叫做人在哪儿，这是很多老人家最容易犯的错。有的人为了领某个县市比较高的那点补助，就把户口留在了台北或者其他大城市，但人呢，其实一年到头都住在南部子女家里养老，或者是住进了养老院。以前可能管得松，查得不严，可现在不一样了，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电脑都联网了，资料一查一个准。很多补助，尤其是地方政府自己加码的那部分钱，是有要求的，叫实际居住事实，就是说你得真的住在这儿才行。如果社区里的工作人员上门家访，发现您根本不住在这个户口所在地，或者通过医院的看病记录发现您长期都在别的县市看病拿药，那您的居住事实就可能被认定为不符合。到那时候，不光后续的钱不发，以前发的可能还得追回来，那就真是因小失大了。建议您，要是您长期跟子女住在别处，最好去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公所问清楚，别为了贪图那一点地区差价，最后把老本都丢了。第二种危险情况是很多老人觉得最委屈也最无奈的，那就是子女的资产不小心就超标了。经常有长辈跟我诉苦，说我穷得叮当响，名下就这一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存款也不到2万块，为什么我的低收入资格或者那个老人津贴说没就没了？
问题呀，十有八九是出在那个全户所得或者直系血亲资产合计的条款上。咱们台湾的社福制度，很多补助不是只看您一个人，它是看您这一个家户的总收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您兜里没钱，但如果您那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儿子或者闺女，今年炒股运气好，赚了一笔，或者因为结婚、换工作买了新房子、新车，导致他们名下的存款、股票、房产价值一下子变高了。在政府的系统里，这些资产都会被算作是他们有这个能力来赡养您的证据。一旦您子女的资产加起来超过了那个排付条款化的红线，政府就会觉得，你家人有能力养你，国家的这笔补助就得先停掉。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经常听说，有的老人因为孩子买了套房，结果自己的津贴就没了。听着是有点残酷，可这就是现在的规定。所以啊，如果您子女最近有什么大的财务变动，比如买房子、卖股票赚了钱，您一定先帮他们去乡镇公所问清楚，看看会不会影响到您养老的补助，别等钱停了才知道怎么回事。第三种危险情况是长期住在国外。这些年，很多咱们退休的兄弟姐妹会出国去帮子女带孙子、孙女，一去就是好几年。这里有个铁打的规矩，您千万要记住，只要您出境的时间连续超过2年，您的户籍就会被从台湾迁出，用咱们的话说，就叫除籍。这户籍一旦被迁出，那麻烦就大了。您的国民年金、老农津贴，甚至连最重要的健保资格都会立刻出问题，甚至被直接停掉。虽然您回台湾之后，可以再去把这些手续都办回来，恢复户籍，但是您在国外那段时间中断掉的钱是绝对补不回来的，而且恢复手续特别麻烦，跑来跑去还得重新计算等待期。所以啊，如果您真有长期出国的打算，一定要算好日子，掐着点，别超过2年这个期限，最好能安排一下，中途回趟台湾过过水，保住您的户籍，这比啥都重要。听完我说的这3个大雷区，我相信大伙心里都有数了。今天能调涨，这是好事儿，是锦上添花，但能保住现有的资格，不踩雷，那才是咱们真正的本事，是稳稳的幸福。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笔调整完的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实在在的落到咱们口袋里呢？按照以往的经验，政府部门要处理这么大范围的调整，需要一点时间走流程。虽然法律上规定的生效日是2026年1月1号，但这笔钱要真正反映在您的存折上，通常要等到1月底的那个固定的入账日子。建议您到了1月20号之后，您就可以拿着您的存折去银行或者农会的机器上刷一下，看看最新的一笔钱进来没有。要是您发现打进账户的金额比上个月多了那么几百块，那就对了，说明调整已经生效了，您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个好年了。但是如果您一直等到了月底，发现钱迟迟没到账，或者打进来的金额跟以前一模一样，1分钱没多，甚至更糟，压根就没进账，那您千万别拖，也别自己在家瞎猜，赶紧带上您的身份证和印章，去您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公所的社会课，或者直接打电话去劳保局问个清楚，问问看到底是银行系统延迟了，还是说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雷区，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小心踩中了哪一个，早问早清楚，早解决，早安逸。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想跟咱们所有的长辈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这物价涨的，全世界都头疼。这回涨的这点津贴，说实话，可能也就刚好够咱们每天多吃一个鸡蛋，或者每个月多缴一点电费。要说靠这点钱就能让咱们的生活质量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这就好比是冬天里，有人给您递过来一杯热茶，这杯茶它不能改变寒冷的天气，不能让您不穿棉袄，但它能暖一暖您的手，让您知道，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咱们的难处是有人看在眼里的，咱们该得的权益是有法律给咱们兜底的。在等着这笔钱到账的日子里，大家伙儿还是要多保重身体，多出门走走，跟老朋友们聊聊天。钱再多，那都是身外之物，不如咱有个硬朗的好身板。如果您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对您有帮助，或者您身边还有老伙计不知道这个涨钱的好消息，请您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也欢迎您在视频底下留言跟我聊聊您的津贴这次涨了多少，或者您觉得在现在这个世道涨这点钱到底够不够花，咱们大家一起聊聊，互相通个气，也给彼此加加油打打气。我是李素琴，
在颐养晚年陪您一起关心咱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一起守好咱们的养老本。如果您还没给我点赞，记得点亮屏幕上的大拇指，支持一下李素琴，也别忘了刚才说的，点一下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下一次给您带来的重要消息。咱们下期视频再见。